Thank you for wai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ve invited first class, now we're inviting the executive class of class of Emerald Sapphire and Ruby. If those words are written on your boarding card. 老板，你这媳妇儿好啊，充满野性美。这种福气给你，你要不要？我可不给啊！这程大小姐是老爷子专门给您挑的。他今天回国，找到他，再买一张去非洲的机票，赶紧把他丢到国外去。据可靠消息，国际知名刺绣大师 JS 已秘密回国，筹备创立中式高奢服饰品牌锦绣。先生，这里禁止明火。We burn a sea, turn away. Searching for light in this place. Oh, just set me free. You're guiding me. 一个特别的初见，总会令人印象深刻。小姐，老爷的电话。你最好直接上车回家，我要出去丢人现眼。好的，父亲。我程锦绣，李朝宰府千金，大婚当日穿越到现代，成为了被家族丢在国外放养的叛逆女儿。而如今，他们却突然把妻子召回，恐怕来者不善。老爷，大小姐回来了。哼。父亲，雨薇回来啦，在国外过得怎么样呀？听说国外的生活多姿多彩呢。在国内追男明星闹得满城风雨，送出国也不安生，这个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听说姐姐在国外私生活混乱，泡吧包男人，这不是真的吧？人言可畏啊！2年前你们就是用这种招回了程雨薇的吧？可惜回来的是程锦绣，以前的招，我来跟你们慢慢算。妹妹这么说，可有证据？苏城整个名流圈都传遍了，听说傅家嫌弃你名声差，要退婚呢。谣言止于智者，没有证据的事情，妹妹以后还是不要再议了。贱人，说了他们国嘴皮子厉害了。傻孩子呀，怎么能不管呢？傅家现在可是顶级豪门，老爷，现在我们程家都要丢了这门亲事了，这可怎么办呀？这门亲事不能丢。爸爸，我也是程家的女儿，想必傅家会更喜欢我。我才回来第1天，就这么急不可耐的跳出来抢婚约，真是蠢得可爱。全凭父亲做主，女儿相信父亲一定会给女儿最好的安排。傅家的人找遍了，也没找到程大小姐。还真是会懂，找不到，这婚非退不可。女儿相信父亲一定会给女儿最好的安排。好，这是当然。程傅2家婚事是城方老爷子定的，不是说换就能换的。这样也好，雨薇刚从国外回来，不懂得豪门交际的规矩。后天正好傅老太太过寿宴，到时候让思思一起陪着雨薇，也好有个照应。这样也好。我一定好好帮衬姐姐。雨薇呀，
后天思思呢有一个茶会，让她带你一起过去，认识一下苏城的名门圈，好不好？妈，我才不要！谁家名门闺秀喜欢跟滥交的人玩啊？一听他来，都退避三舍。不许再说了，只是熟悉一下，对外你就说是亲戚家的姐姐。听您的。雨薇在外，即使再多的恶名，也是你的姐姐呀。以后你对外要帮忙隐瞒着点儿啊。没什么好隐瞒的。2年前我出国，一直在外面精益自己，国内也没什么朋友，不知道从哪来了这么多的流言蜚语，还望继母帮我调查一下源头。哎，那自然的事。谢继母。奶奶，奶奶那个程雨薇真的很不像话，你就同意退婚吧。程家老爷子啊，对咱们是有恩的，你呀就别瞎胡闹了啊！不是奶奶，那有恩我们就报恩呗，给钱也行，给资源也可以，您总不能把您孙子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啊！你这话可不对劲啊！不管怎样，也要等他后天人来了的时候啊，我先看看人，我看看他是不是啊真的那么不像话啊！奶奶，那我就当您答应了。嘿嘿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亲戚，来见识见识千金名流圈。在国外2年，肯定不懂中式品茶，等着出丑吧。什么亲戚啊？哪家亲戚？哼，远房亲戚罢了，不用太在意。估计也不怎么会品茶，就是来凑个热闹。老板，心情不错嘛？婚退了？差不多喽。这是仙女吗？我总算知道画里出来的人长什么样了。现在有不少仗着有点姿色，想要混进名媛圈的假千金，你可得小心点。是吗？那我可得小心些。名门闺秀，你们还差得远呢。是那天机场遇到的女人。去查一下，她是什么身份？这是60年的老六宝，市场价100万，一炮2万。你就别闻了，我也闻不明白，糟蹋我的茶。的确不该闻，因为这个茶不好。这可是鼎盛集团的千金送医，他会拿不好的茶出来。这老六宝年头是到了，就是发酵过重，茶失了活性，已经有些碳化，品质太差。你喝过老六宝吗？不懂就不要乱说。那就让茶师傅过来检验一下。叫茶师傅过来。这老六宝确实有点碳化。贱人，他怎么会知道这个？既然你这么懂茶，那就选个最贵的吧。让你选就选吧，选不对也没关系，毕竟呀，这盘怎么可能？这是圣上亲赐的万圣龙井18克，乃御茶，每年产量近2两，咱们雨薇也品鉴品鉴。父亲，此茶香气浓郁，女儿很是喜欢。万圣龙井，应当是无价。
老板，查到了。说起来，这人跟你还有点关系。什么关系？程家的亲戚。你一边退人家大小姐的婚，一边又追人家亲戚，合适吗？这婚是迟早要退。再说了，我没道德，你第一天知道。难怪从小一起长大，你是老板，我程跟班，这思想觉悟就是不一样。都是姓程，一个漂亮有才华，一个只知道喝酒睡男人，这又合适吗？他才是最适合做富家少爷的人。请他上来，告诉他我要送礼，有几款老茶，想让他长长眼。万盛龙井应该是无价。你喝过万盛龙井吗？不会是在电视上看到了，随便瞎蒙的吧？这茶是真的，去年我在拍卖会上拍过，也就半两。他挑对了，既然要混名媛圈，自然要做点功课，认得也不奇怪，不过是表面功夫。这位小姐，我们老板在2楼看到您对茶的了解，十分欣赏，正好要送礼，有几款老茶想请您长长眼，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荣幸。看到没？果然，我们成为人家的梯子了。难得聪明一次，你们的确是梯子。走吧，先生。不行，我要打电话告诉爸爸，告诉他程雨薇是怎么当茶园抱男人的。不知道老板想送什么样的人？送给家里的老人。老年人脾胃虚弱，这款50年的老普洱就正合适。它的香气也比较浓郁。闻起来确实不错。太装了吧！全市茶行有一半在我们这儿进货，老板，你怎会不懂茶？我给您试泡一下。请。请，请。不错，口感绵糯顺滑，是款好茶。老普洱性温，滋味回甜，最适合送给长辈。看得出来，小姐也是个爱茶之人。不如我们加个联系方式，以后有需要茶叶，直接联系。正巧，我今天想买1斤多余毛尖。海潇，包2斤送给这位小姐，就当是帮忙选茶的谢礼。我今天只是帮忙挑选了一款茶叶，你们老板就送了我1斤60万的茶，实在不合适。刷卡吧，没密码。我们都加了联系方式，还不知道小姐怎么称呼？锦绣，程锦绣。重活一次，时代赋予了我更多的权利。傅家的婚约，我不想履行，那就只能让傅锦城爱上另一个我，才能让程宇文从婚约中全身而退。好名字，我叫傅。喂，10分钟内滚回家。好的，父亲。我有点急事，得先走一步。请便。你的。多谢。
老板，这你不跟全。不解，以后有的是机会。机会这不就来了？黑卡，程家已经是个破落户了，哪里来的这么阔的亲戚？还真是野鸡啊！思思走了，你连司机都没有啦。别白费力气了，这里是打不到车的。不如你求求我，我考虑送送你。我看你是盐吃多了，太咸了。来的正是时候。贱人一个，装什么清高？加速开过去！谢谢你了，宋一，我正缺一场英雄救母的戏呢。见笑。上来吧，我送你。哦，我有点热，你穿吧。主人怜爱，果真是激发男人保护欲最好的手段。谢谢。野鸡就应该在你里，想拿我们做棋子，简直做梦！韩潇，我不喜欢别的车挡在我车前面。好的，副社。对不起，小姐，突然有个车别过来了。这个附近城似乎比想象中的好用。老板，程家连司机都不准备一个，看来程小姐寄宿程家过得不是很好。寄人篱下是这样的，不过能拥有黑卡的人，又怎么会寄人篱下呢？我去查查。不用，该知道的都会知道。我不想他知道，饶过他。死性不改的东西，才出去一天就惹一身烂事儿。你不要吓到孩子了，他不过是陪茶楼的老板聊了会天，回来的晚一点，那别人说就让他说去嘛。好一个陪！父亲，是有人说什么了吗？为什么父亲如此生气啊？大家都说你去做茶园，借着喝茶勾引老男人。父亲，我只是去找茶楼老板给您买点茶叶，我不懂为什么妹妹要这么说我。女儿知道您喜欢喝毛尖，这是最上等的都匀毛尖。行了，少说两句。她毕竟是你姐姐，没大没小。这个茶60多万一斤呢。哎，雨薇呀，你钱够不够呀？不够的话就告诉母亲，你可千万不要走弯路呀。是有一点不够了。女儿把这2年勤工俭学的钱全都用来买这斤茶叶了。不过，为了孝敬父亲，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为什么勤工俭学？家里给的零用钱不够吗？什么零用钱？女儿没有零用钱啊。雨薇出国2年，你没给她零用钱啊？每个月我都是按时打的呀，怎么会？啊，我不小心打到思思的另外一个账号上去了。不像话！是母亲不好，我给你补回来啊。好，直接打1000万。马上就是傅老夫人的寿宴了，备礼品也用钱，礼物贵重一点也是尊重。
我们家的流动资金没有这么多啦。不是打给思思另外一个账号上了吗？让思思打给雨薇啊。我早就用了。好好好，应该的。现在你应该想着怎么去补这个窟窿了吧？别急，你欠的迟早都得一一还回来。1个亿也没用，妈妈已经提前给我订了 JS 的绣品做礼物，每一件都是孤品，有钱都买不到。你输定了。你的卡丢茶楼了。明天晚上我来取。傅锦城，一个落魄程家的亲戚，被人欺凌却用的是黑卡，是不是足以激起你的好奇心呢？好，这可是50年的茶，润肺补肝，你试试。不错。今天啊，怎么又想着呀讨好我呢？奶奶，退婚书我已经让韩潇准备好了，咱们不如来个快刀斩乱。哎呀，之前那几年我怎么没看你在意呢？现在怎么突然间又这么着急啊？我跟他本来就不合适，何必非绑在一起？哎呀，你爷爷又不在家，你说我也做不了你的主啊。奶奶，我自己能做自己的主。明日寿宴，这婚我必须退。这是谁呀？呀，这是哪来的野亲戚？又来蹭圈子？怎么，上次那个茶楼老板用完你把你给甩了，这次又来叫凯子啊？看来宋小姐你很有经验啊。我才没有！各位，重新认识一下，这位是程家大小姐程雨薇。哦，难怪程大小姐知道自己名声不好，所以隐姓埋名才敢出来社交啊。我听说程大小姐在国外谈了8个男人，真的吗？听说宋氏总裁在外面有7、8个私生子，你这个独生女的地位不保，是真的吗？不是你还行了，跟他有什么好吵的？不嫌掉价。总感觉出了趟国回来，这个贱人不太一样了。我听说啊，今天傅少可能会露面。傅少可是极少在外面露面的，这次露面是为了跟某人订婚吧？婚约是程傅两家的，具体谁嫁进去还不知道呢。肯定是你呀，难不成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女人吗？傅家人又不是眼睛瞎了，闭着眼睛都知道该选谁。以傅家如今的地位，如果没有娶我，更没有必要将就一个妓女。傅家的准孙媳，快说说，今天准备了什么礼物哄老太太开心？我听闻傅老夫人喜欢中式文化，特意托人从国外订了 JS 的牡丹双面绣台屏。我什么时候绣过台屏？就是那个全国奢品都在抢着订的绣师 JS。我听说 JS 从不接私人定制，只跟奢品联名，每一件都是孤品的，这市面上极少流通。你可真有孝心。我家拍卖行都没见过，好想看看。那就让你们先看看吧。不知道姐姐准备了什么礼物呢？送礼嘛，心意最为重要。我准备的是我自己的手工品。陈大小姐，这是名门寿宴，不是你们的下酒圈子。好美啊！不愧是 JS 亲手刺绣，
好华丽的牡丹啊！这可不是某一些下九流的手工品能比。就连花蕊都是用金线缝制的，说句金枝玉叶也不为过吧？老太太当然喜欢金枝玉叶了，难不成喜欢这低贱的手工吗？这才是配得上富家的礼物。你那手工品和你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差得太远。看来你的礼物也不适合送人。什么意思？你疯了！你的台瓶是假货，假货才不该摆上台面。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那边怎么乱哄哄的呀？什么声音呢？说是程家大小姐和程家二小姐突然闹起来了，目前原因还不清楚。果然是不学无术的女人。奶奶，这种女人也配做咱们富家的少夫人吗？你想要什么样的？我喜欢的当然是知书达理，懂得尊老爱幼，有大家风范，仪态端庄典雅。你这不是照的那个模子画的人吗？哼，我就说，我从小看你长大的，我还不知道你呀。行了，我走。年轻人的事儿啊，年轻人自己解决吧。哎，奶奶，我扶你。贱人！大庭广众之下，妹妹为何如此失态？你毁了我高价收来的台瓶，还好意思问我？这刺绣表面精美，实则做工粗糙。锦绣的绣品从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胡说！你富老夫人到！傅少，退文书准备好了。我们还不到见面的时候。我刚下来就看到大家聚到一起，是有什么新鲜事儿吗？傅老夫人，求您替我做主。这是怎么了？我是程家二小姐，听闻您喜欢中式文化，特意托人买来 JS 的台瓶，可是我姐姐看了一眼就说是假的，拿剪刀给划坏了。这程大小姐果然如传言一般不像话。我作证，这台绣瓶绣得栩栩如生，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JS 的刺绣作品市面上极少流通，寻常人根本见不得。程大小姐上手就划，真是太过分了。那请程家大小姐是否出来解释一下呢？这本是我程家的家史，扰了傅老夫人的寿宴，实属不该。这台瓶的确是假的，既是由我程家的女儿送出，丢的是我程家的脸，所以雨薇也是不得已才划坏了它。分明是你自己的礼物不好，怕丢人才划坏它的。我并不觉得我的礼物像你说的不好。礼物嘛，最贵重的是心意。这是我亲手绣的胸针，望傅老夫人喜欢。天哪，这真的是刺绣，像珠宝一样。这么一比，刚才那个完全不够看，肯定是假货。哎呦，真是美轮美奂呐！我从来没见过
这么好的绣工呢？这根本就不是你绣的。何出此言？你哪会什么刺绣？这肯定是找大师代绣的。程大小姐艳名在外，会刺绣还真没听说过。你要说这是你买的，这也没有什么，刻意造假，这就有些恶心了吧？若真是我所绣，你们当如何？我们就给你下跪道歉。那就还请傅老夫人做个见证吧。好，做错事了嘛，那就应该道歉。那如果你不能证明呢？你说如何便如何。可否借傅老夫人花园一游，请大家移步？当然，带嘉宾们去花园吧。是夫人，请。不少，你要的退婚书。奶奶也没个准话，你一会儿直接去把退婚书送给程家。你等着承受老爷子怒火吧。是他，他又要干什么？处变不惊，气质高雅，长相也是一等一的。哼哼，那个臭小子真是打脸喽！刺绣不是一两天的功夫，就算你会，想绣凤凰也是痴人说梦。我绣好了。来，给嘉宾们都展示一下。能绣牡丹，又不是一定能绣凤凰，这不能证明什么。刚才的台屏是双面的，你这绣的还不如台屏，怎么可能绣出那么好看的绣纸？谁说它是单面的？怎么可能？这个贱人怎么会？这么短的时间，双面绣，这绣工简直是出神入化呀！那台屏双面的花色一致，难度却差了一截。JS 的绣线是无法复制，具有植物原本的气味。若是加上足以乱真的绣工，甚至可以吸引蝴蝶。我用的就是 JS 的绣线。吸引蝴蝶？《还珠格格》看多了吧？真以为自己是香妃呢？吹牛也不打草稿，这待会儿要……我准备好了，你们可以道歉了。这怎么可能？这又不是拍电视剧。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你还有你们，也可以履行自己的赌约了吧？用花蜜香料浸染过的绣线，自然可以招蜂引蝶，而园丁自然不可能让蜂群惊扰到傅家人，那自然就只有蝴蝶了。刚才大家都只是说说而已。本来就都是同辈，让人下跪是不是有点过分？就是，贱人，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跪？想赖账，今天这一关你们一个都别想到。老夫人，雨薇是晚辈，今日又刚好是您的寿诞，不如让您代我受这一拜，就当是大家给您贺寿了。是个聪明的，知道借我的身份
惩戒他们3个也好。那就请3位为老夫人跪贺寿诞。贱人，竟然用傅老夫人压我！恭贺傅老夫人寿诞。好好，哎呦，辛苦了，辛苦了。你去找程家2小姐，把退婚书给她，让她代为交给陈总。好的，傅少。贱人，让我当众丢脸，看我怎么收拾你！程小姐留步，这是傅总的退婚书，麻烦程2小姐代为转交程总。退婚书？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都在苏城，程小姐见过我也是正常。会刺绣有什么用？傅家还是不会要个贱货。我一定转交。傅少，您不是去见那位程小姐了？去花园找了，没看到人。从上次茶楼就能看出来，她被名媛圈排挤了，不知道是不是走。那我们出去看看。这么巧，我送你。小姐，请上车。上次是没有想到同伴会先行离开，就没有准备司机。这次有了教训，准备了司机。欲擒故纵，当然不能让你事事如意。你自己丢人就算了，现在被傅家退婚，连累整个程家，跟着在名流圈丢尽了脸。傅敬城竟然已经退婚了，这傅家也太不地道了，就这么把婚都给退了，闹得满城的风雨。哎，这雨薇的名声呀，名声，他现在名声可大了，苏城整个名流圈，谁不知道程家有个不知检点被退婚的女儿啊？还是比不上妹妹你在寿宴上送赝品备受瞩目吧。哎，你都给我闭嘴！我怎么生了你们2个丢人现眼的东西？退掉婚约，接下来就该享受这个时代赋予我的权利，图谋程家的产业。父亲，女儿清者自清，不怕流言。不过程家失去了傅家的依靠，还是得去寻找新的发展。你知道傅家重要，你还不自爱？父亲，其实我在外面为程家。老爷，现在外面风言风语的，有什么打算就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先让孩子出去避一避啊。你暂时在家里修身养性，不许你外出。不急，你早晚会请我出来。是，父亲。活该被禁足了吧？看你还怎么出去了。什么时候来茶楼取考？抱歉，最近家里有点事，没时间来取。这小仙女儿不能来送卡，您还不能亲自去还给她。建议不错，下个月工资翻倍。傅家退婚，程思思母女2人不会甘心，傅敬城这步棋还不能丢。
给你送过来。还真是难缠。我最近在学规矩，不方便出门见客。他是程家的亲戚，看来是借宿在程家，在学规矩。约束有那么多，也不方便出门见客。你不是刚退掉程家的婚约吗？咱们去上门赔罪，你不就能见到程小姐了？对啊，你马上去准备几件像样的赔罪礼。好的，父上。是他。老板，进去吗？怎么样？帅。他睡了。老板，不进去吗？不进去了，你先回去吧。好的，老板。他怎么在这儿？竟然是来还卡。老板，你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晚上就来了，看你灯灭着，就没去敲门。看样子没去查。这个傅敬成火速退婚，为还卡彻夜等候，倒算率性纯正。无辜原主。谢谢。这么大个人情，程小姐不打算请我吃顿饭，表示感谢吗？应该的，地点你定。不愧是拥有黑卡的女人啊，这么大气。那就今天吧。今天不行，还在被禁足中，要出去也要风风光光被程家迎出去。今天不行，明天可以。好，我等你消息。那我就先回去了。看来傅敬成这步棋得趁早用，拖久了不好收。苏瑞，计划提前。听说 GS 筹备的新品牌在接洽城市。GS 在国内筹备的新品牌锦绣需要合作工厂，希望跟我们城市达成合作。锦绣品牌的估值远超现有国际顶奢，咱们家要是能拿下合作的话，估计能上好几个台阶。既然思思这么喜欢 GS， 那对接的事情就交给他去办理吧。父亲，雨薇来啦。父亲，您叫我。坐吧。GS 在国内筹备的新品牌锦绣需要合作的工厂，对方经理人希望能跟城市达成合作。恭喜父亲。但是对方有一个要求，希望我来负责和锦绣的对接工作。你知道，这个项目其实是我在回国之前就替程家联系好的。上次被退婚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一时心急。我知道的，所以我会继续听继母的话，在家里面修身养性。你懂就好。那 GS 对接的事情就辛苦思思去办理吧。好啊，那我GS 的经理人说得非常清楚，对接人必须是雨薇。
否则他们要重新选别的公司来竞标啊。锦绣的事儿你做的不错，作为奖励，划给你程氏10%的股份。回去做个计划书，明天来上班吧。好的，父亲。爸，我都没有持股，他凭什么？就凭他能为程氏带来锦绣，你要是能行，也能够持股。这才刚开始，程氏，我要定。明天几点？你还知道回来呀？奶奶，昨天退婚出去一晚上不回家，去哪儿了？奶奶，我这不得出去避避风头？我要是在家待着，那得有多少人来问我？你也知道，很多人关注这门婚约。哎呀，这么好的姑娘，为什么要退婚呢？抽烟、喝酒、泡男人，这叫好姑娘？奶奶，看来您真没见过好姑娘。谁呀？喝酒、抽烟、玩男人？程雨薇啊！嘿，你在宴会上不是没见过雨薇的那个相貌气度？哎呦，那一手的刺绣绝活！宴会上你不是没见过雨薇那个相貌气度？哎呀，一手的刺绣。明早要开个会，我们下午5点，地点吃饭前半小时再定。奶奶，您刚才说什么？罢了，我说什么呀，你也不会听了。这门婚事啊，等你爷爷回来呀，看他怎么说吧。奶奶最好了，奶奶最好了。哎，听说咱们搭上 JS 了。我也听说今天来宣布这个事儿。那岂不是一飞冲天？是啊，就是啊。程总到。各位，想必大家都有听说，程氏接到 GS 新创品牌锦绣的合作。今天宣布一下新产线负责人，我的大女儿程雨薇。我来介绍。程总，锦绣未来的估值不可限量，这么重要的事，找一个不了解国内行情的人，是不是太冒险了？雨薇是锦绣指定的对接负责人。即便如此，我们也要为客户负责，还是派一个做实事的人协助比较好。贱人，程氏早就换瓤了，想分杯羹，没门儿。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吴经理就觉得我干不了实事吗？程大小姐的履历也是有目共睹啊，2年前的花边新闻到现在还能查得到，出国以后的传闻也是生生不息呀。哦，原来吴经理是靠娱乐新闻还有传闻工作的呀，怪不得程氏的生意越来越差。请各位同学。这是我的毕业证，以及在各大奢侈品店的实习证明。哇，这个简历太牛了！美国奢侈品公司啊，厉害吧？厉害哦！看来出国2年，这孩子真的是经历自身，履历精彩到让人咋舌。但凡你用一点心，也不会闹这种笑话。那又如何？会设计和经营品牌是2回事。公司生意差，那是整体经济不景气。雨薇啊，吴经理也算是公司的老人了，你就谦虚一点，多向长辈学习啊。妈，他懂什么谦虚啊？有点小成就就跟孔雀开屏一样，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有点小成就也好过一事无成。至于长辈的经验嘛，失败的经验不听也罢。程总，我在公司兢兢业业20年，大小姐连一点尊重都没有，太过分了。尊重，尊重是要给有能力的人。你要是听不下去，就去财务部结款，走人好了。程总，你好歹说句话呀！大小姐当众如此落我的脸面，我这工作以后怎么做？
宇威是 GS 指定的业务对接人，新产线是城市的未来，他刚任职就道歉，也不好。雨薇啊，吴经理好歹也是长辈了，你就道个歉，这事儿就算了啊。长辈，我程氏请人是做事，不是来做长辈的。好，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吧？看来大小姐已经想好怎么对付我们这些公司老人了。哼，在这待着也没意思。谁跟我走？我跟你走。我也走。小白，走。小白，不干了，不干，不干了。哼，不自量力。本来想从新产线入手，慢慢蚕食程氏，奈何对手太蠢，上赶着送人头。那我就笑纳了。自愿离职的，麻烦签份证明，程氏不再击鼓。怕了，想用离职补偿金威胁大家留下，可惜骗不了老子。激将法而已，公司一下走这么多人，业务立马死机，那损失可是无法计算的。到时候还不得回头过来求咱们？就是，不给我们加工资不道歉我们就走，好不好？走，加工资。对，区区一个经理，竟然对公司有如此影响，的确不能留了。我还是那句话，自愿离职就签下这份证明，以后也避免了跟我们程氏扯上。大家稍安勿躁，小孩子做事冲动，不考虑后果。雨薇啊，就给大家道个歉吧。签字吗？那就看我们离职后，程氏能不能撑过一天。这些人在城市身居要职，集体离职势必会引起动荡。签完字不出5分钟就得求他们回来。感谢各位为我们程氏省了一大笔钱。我刚刚就想说，新品线需要新班底，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开口。我还害怕他们只负责新班底，是不是有一些大材小用？现在倒好，全面接手程氏。进来。想必大家不会陌生吧？苏瑞，国际经济杂志上经常能见到吧？苏瑞，那个国际知名的天才经理人，怎么会来程氏公司？不止苏瑞，其他各岗位的经理也都是在顶级奢侈工作过的高管。你们可以放心走。程总，我们这些人才是程氏拿钱都请不到的，想不到以为一次把高层升个级，是个当家的料。我老了，公司以后是我女儿的了，她想用谁就用谁吧。看来我这个父亲仅是亲情上有点淡漠，但脑袋不准，知道什么是对程氏好，倒是有利于我对程氏的图谋。刚刚签过主动离职声明的，现在可以直接走了。大小姐，我们也是一直担心公司的业务，一时冲动。保安，送各位领导一程。臣。程氏是有良心的公司，你卸磨杀驴，恶意辞退老员工，你闭嘴！你是程氏的人，如果不能跟我们程氏的利益一致，就请你也出去。爸，你看他，你姐姐说的对，他们是主动离职，不是程氏恶意辞退。老子不清楚，就给我滚出去！一上来不仅拿走新品线，还实际掌控了程氏，这贱人留不得。盯紧程雨薇，找个机会弄死他！恭喜老板，大获全胜。
这还只是个开始，毕竟我们才刚来。去，给除了我的办公室还有卫生间的地方都装上监控，防止他们来搞小动作。是的，老板。你知道 JS 吗？真好看。奶奶，不就是个胸针吗？至于那么喜欢？看一早晨了都。你懂什么呀？你看啊，就这刺绣的水准，那可是传世的宝贝。老太太，喜欢就戴上啊，怎么又收起来了？我呀，没有衣服配得上这枚胸针。唉，要是能订上锦绣的成衣啊，那就好了。锦绣？国内顶级绣师 GS 筹备的新品牌，据说跟国内的程氏集团呢合作了。本来我还想走个后门呢，托某个不孝子孙的福啊，没脸去。看你说的，我来解决不完了吗？韩笑，去找一下 GS 这个绣师，给奶奶亲自来家里定制一件成衣。副少，老夫人之前托我问过 ，GS 无法预约，只能蹲奢品联名。这么难搞吗？我找人蹲了2年，一出货就没了，连块手帕都没蹲到。你想办法找到 GS 的私人联系方式，告诉他重金私人定制。好的，副少。你知道 GS 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才试探。我想找他订件成衣，你能联系吗？是想订衣服。程思思现在在哪？他在裕泰酒楼。5点，裕泰酒楼。来的时候带上要订的尺寸。哦，对了，老板，有大人物在查你的私人联系方式。大人物查我干什么？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方故意隐瞒了身份，暂时还不清楚。不知道原因就先不要管，我的情况先不要透露出去。是的，老板。5点，裕泰酒楼。来的时候带上要订的尺寸。哼，不愧是我喜欢的女人，神通广大。奶奶，去叫家里的裁缝给您量身尺寸，衣服的事情搞定了，解决了。呀，那是那个 GS 亲自的那个绣品。哎，包的，去量尺寸。哎呦，太好了！你爷爷。我刚下飞机就听说傅姐退婚了，傅京城在哪？啊，不在家。官司如杀死，你就惯着吧。去查一查少爷现在在哪儿。是，老太爷。哼哼，看起来呀，你爷爷不同意推这门亲。奶奶，我先出去躲躲，您量好尺寸，发给韩笑啊。不知道陈大小姐被退婚后有没有在家哭鼻子？他怎么来这儿？你好，帮我订一个包间。哎，你们说
他是不是来吊野男人的啊？谁知道呢？他最喜欢勾引男人了。在就好，等会儿用傅敬城好好调调，免得总把心思放在程家的产业上。你来这儿干什么？吃饭。一个人来这吃饭啊？一个人就不能吃饭吗？这儿的酒楼是需要提前1个月预约的。你有预约吗？我不用预约。那你就是没预约了。你是不是看这酒楼的有钱人多，故意来钓凯子？看来你经常在这个地方钓凯子。你干什么呢？还不赶紧把他轰走！没有预约还敢在这儿装大尾巴狼，还想要订包间？赶紧滚！让你滚，听见没？又是一个想进来钓凯子的野鸡，赶紧给我扔出去！瞎了你的狗眼，敢来这里钓凯子？是你自己走，还是我们送你走？把你们经理叫住！你什么身份？还想见我们经理？现在可以见吗？我记得有黑卡的用户是可以不用预约，并且有包厢服务的。我是酒楼经理，十分抱歉，今天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今日的菜品全部免单，希望您见谅。下次来的时候，我不希望见到他们3个。那是的。谁给你的黑卡？你是不是被男人包养了？哪个老男人给你的黑卡？马上5点了，要程思思的要来了。我记得裕泰酒楼以服务优质著称，现在有人公然闹事，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会处理好的，请您放心用餐。贱人，给我站住！你干什么？不好意思，3位，今日打扰到酒楼的贵客，就不留你们了。瞎了你的狗眼！我们可是月销100万的 VIP， 你敢赶我们走？100万，在我们裕泰吃顿定制菜都不够，怎么敢跟我们的黑卡用户比？你黑卡了不起啊？不过是一个被包养的贱货。被包养？就你这姿色，想被包养？也钓不到能给你黑卡的凯子。你们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敢这样跟我们说话，简直是不知死活！裕泰酒楼如你有心理服务，轮到你这个下人在这里赶客。那是不是程二小姐？是的，傅少。婚约虽然退了，但程家毕竟有恩于傅家，你去看看什么情况，帮忙解决一下。好的，傅少。我们裕泰酒楼最不缺的就是有身份的。你。怎么回事？傅敬城性格率真，已经退婚，必会对程家有所歉疚。看到程思思被为难，应当会解围。程思思母女攀附的心又要动了。韩爷，老板来了。傅敬城的助理。程二小姐是傅家的朋友，二小姐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一下。我要他给我道歉。道个歉吧。是我狗眼不识泰山，对不起。想来二小姐没吃好，给二小姐打包一些特色菜带回去，挂傅少账上。得嘞，我这就给二小姐准备。傅少是不是也来了？要不我去打个招呼，道个谢。不用客气。傅少有贵宾要接待，我也先走了。裕泰酒楼的定制菜，预约都吃不上，傅家就一句话的事儿啊！哎，傅少是不是喜欢你啊？还怕你吃不好？我也不知道。肯定是啊，他一边退了陈雨薇的婚，一边又给你送菜，还说不知道。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不愧是拥有黑卡的老板。不过，这家酒楼是我的，所以你想吃什么，我请客。那 JS 的绣品，你总订不到吧？想订什么？您说。这是神马表，我想订成衣。婚已经退了，只要用傅京城吊着程家母女就行，我就不用再勾引他。行，那个钱我就不收你的了，就当我还你人情了。哎，你这么轻易就想把人情还了？那这衣服我不找你订。JS 的绣品可是很难订的，一件肚兜都要几百万，更别说定制成衣了。你看，我缺钱。JS 也从来不接私活，你怎么定？我自有我的用处。总之，你别想这么轻易就把我的人情还了。人情啊，要用出去才有价值。我有别的用处。怎么用？用在人生大事上。娶个老婆。唉，就这么点人情啊，还想娶一个拥有黑卡的老婆，恐怕不够。那我就先不用，要点利息，总可以吧？利息？什么事？慌慌张张。率性归率性，轻浮也是真轻浮。副少，刚才老爷子进了酒楼，说要把你抓回程家认错，而且他还要收回退婚书。爷爷，傅老太爷，这边请。我是裴家，你稍等我啊。是，找你们老板过来见我。我们老板不在酒楼。走。爷爷，您老人家别白费心思了，我早都走了。你个孽障，程家啊，程家有恩于傅家嘛。我知道有恩报恩，我是绝对不可能娶程雨薇的。你说了不算，退婚书听派人找回来了。喂，程手里的全部酒店、酒楼全部派人给我盯死，一看到人立马就通知我。是，老太爷。多也不是办法，老爷子神通广大的。不让我退婚，那就让程家自己退。哼。对了，我听说程雨薇全面接手了程氏集团的全部业务，你去把原料供应切断，再找媒体啊，挖点程雨薇的黑料，唱衰程氏，提醒他们知难而退。哼，老爷子知道。你放心，最多打我一顿，打不死的。祝你平安。哼，你快去办正事儿去啊！还有，提前准备好补偿措施，等程家把婚一退，立马洗白程雨薇，全面帮助程氏。好的，老板，去吧。
怎么样？我们酒店的菜系味道如何？还不错。还不错，你就多吃一点。我让他们每道菜都上了一遍，这样你下次来的时候就知道喜欢吃哪道。下次。这是我们酒店的专属 VIP， 以后你有自己专属的包厢。无功不受禄。你不收，我就收你利息。老板，你要的酒。这是我们私人酒庄产的葡萄酒，非常不错，尝一尝。自家酿的葡萄酒，应该是香甜的吧？去年年份不错，葡萄的糖分刚刚好，所以酒很有风味。让我来品鉴一下吧。这个可以不用了。碰杯，不就是要干完吗？那是小盅白酒，红酒不用。哦，是，不好意思，失礼了。出去。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出去一下。亲了就要负责哦。不会喝酒啊？原来你也有不会的东西。哪里不舒服？对不起，我失礼了。都醉成这样了，还什么礼仪不礼仪的？你是古人啊！我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
醒了。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这些衣服都是你昨晚自己脱的。我自己脱的？啊，你还亲了我一口呢。外面的监控可以给我作证。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只是让你品鉴一下，我又没让你一口闷，喝完又……抱歉，我第一次喝酒，我也没想到这葡萄做的酒都能醉啊！光是抱歉可不行，我这可是初吻，你得对我负责。负责？是要如何负责？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吗？我能补偿的只有钱，不过你可以大胆提，或者我帮你把 GS 的成衣定了，订2套怎么样？气死我了！我不缺钱，衣服的事情我自己会去想办法的。你刚才是不是说胆子大一点，是吗？嗯。我缺个老婆。这么快就明白了？怎么样？先生，您订的成衣到了，放在外面就行。起来换身衣服吧，昨天晚上的衣服穿不了了。我的衣服为什么穿不了了？你昨天晚上喝多了，吐得满地都是，是我照顾你，收拾了一晚上。多谢老板昨天晚上的照顾，就算我多欠你一个人情。你还真是债多不压身上。行，赶紧起来换衣服。你的码每样买了一件。哎，我缺钱吗？傅京城肯定是不缺钱的，但除了钱，我真的没什么可以给你。谢谢你昨天没有在我喝醉酒的时候趁人之危，并且还悉心照料了我。如果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尽管提。这听起来还像句人话，不如你以身相许吧。以身相许是不可能的，我家教比较严格，不能在外面留宿。我先回家了。就拿一套啊？真的不用我送你啊？我有司机。老板怎么样？追！你没事吧？你可又欠了我一个人情，救命之恩，够不够得上以身相许啊？现在你还说这种话？走，我送你去医院。哎，没事儿，倒是你，究竟得罪了什么？这对蠢货还真是沉不住气，只是清退公司内部的蛀虫，就想杀人灭口。我的人已经去追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走，
我先送你回去。我真的没事儿，擦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你还要回去吗？我让韩潇送你。我先去给你包扎。失败了，我没撞死他，我现在还被人盯上了。知道了，算他命大。你先躲起来，等有机会了再告他。好了，不要沾水，不要吃发物，勤换药。你还真是什么都会做，除了喝酒。今天的事情谢谢你，把你的尺码给我吧，我去帮你找 JS 订成衣。不用，我自己能定。我喜欢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般的期许。欠我的人情。这家伙跌倒的时候，为了保护我，特意把自己垫在了下面。那就先欠着吧，我得先回去了。再摸一下。我到酒店了。啊。韩潇，我还有点事儿，让韩潇先送你回去。送程小姐回去，走后门。程小姐，请。爷爷，你来了。最近怎么胆子大了？退婚这种事儿都自作主张了？爷爷，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程雨薇，我退婚有什么？荒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都什么年代了，您还拿那老一套来？不知好歹。退婚这种事儿，你说了不算，我自有安排。您说了不算也没用，程家会自己来找您退婚。你做了什么？老板，我们之前订的那批面料，厂商全部反水，不肯供货了。查到是谁从中作梗了吗？是傅景辰。刚才韩潇送我从后门走的，估计是傅敬成退婚遇到阻力了，想设计逼程家知难而退。我马上去公司，原料先用锦绣在国内的备用工厂。还有，之前查您的大人物，身份依旧不明，但是目的已经知道了，是想订您的绣品。等查清身份之后再说。好的，老板。麻烦直接把我送去城市服饰，谢谢。没想到大小姐们都是被老男人给包养了。可怜我们要在这儿为这些破事加班。新产品线，爸爸已经交给我负责了。程雨薇，你出局了。出局？刚刚几家媒体一起发力，开始唱衰城市新接班人，还爆出您出国追求男明星的事。
傅敬城。是的，现在城市的股票不断的下跌，我已经用各个的户头开始买进城市的股票了。你还不知道吧？傅老爷子已经收回了退婚书，傅少今天也为我出了头，他们肯定是觉得你欺负我，在替我出气呢。原来如此，退婚书被收回了，难怪傅敬城手段这么激烈，这蠢货也上钩。对了，爸爸也知道了你被老男人包养的事情，程雨薇，你完了。白日做梦，用我们的人脉联合整个服装设计高端圈，抵制程氏，除非我上位。是的，老板。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抵制程氏？你要是能抵制程氏，我脱了衣服从这儿走出去。希望你说话算数。老板，已经处理好了。啊！快看新闻，高端设计圈联合声明抵制程氏。哎，他们还抗议关于大小姐的虚假新闻，说成大小姐是设计圈的瑰宝，要追究编造假新闻媒体的责任。大小姐口碑已经反转了。这怎么可能？妹妹身材不错，脱光衣服走出去，应该挺受欢迎的。这不可能！你不就是一个只会勾三搭四的贱人，怎么会有这么大能量？二小姐，请注意你的措辞。是他，国际天才知名经理人，是他在帮这个贱人，一条好狗而已。他给你多少钱？我给你5倍，来帮我做事。我不替废物做事。不会吃贱人养的一条狗，也敢说我？我的人，你最好跟我走。你给我放手，贱人！礼貌一点。我偏不，你程雨薇就是个贱人。言辞粗鄙，没有礼貌。今天我就教育教育。你疯了！你怎么敢？你现在应该说谢长姐刺激。这事是为什么会被联合抵制？爸，就是程雨薇，是他让他的下属联合抵制咱们程氏，他还打我。怎么回事？思思啊，疼不疼啊？傅少中意你，你姐姐心里不平，打你2下也是应该的。我没有心理不平衡，是妹妹她缺点教养，言行无状，我是不得已才出手教育的。明明就是你嫉妒傅少喜欢我，还嫉妒爸爸把项目给了我。公司里面有监控，父亲可以去调查监控，还女儿的清白。我上台第1天就给除总经理办公室的所有地方安装了监控，防的就是你这种暗中搞小动作的人。那国际高端设计圈联合抵制程氏是为了什么？是女儿在国外认识的一些朋友，听到这个新闻，替女儿鸣不平罢了。能联合整个高端设计圈联合发声，看来呀，我这个女儿在高奢领域能量不低呀。哼，雨薇啊，我让你管公司也是为了你好。傅少呢，忠于思思，怕他到时候别为了思思针对你就不好了。拿傅敬城呀，可惜傅敬城也只是钓你们的饵，帮你异想天开。也是，那就辛苦妹妹接手新品线了。通知我们的人，把手上的工作都停了吧。贱人，用这招！我们不缺人，刚被辞退的老员工还都在待命。你把人带走是应该的，那高端设计圈联合抵制的事，你是不是联系朋友给撤销一下？这悠悠众口，我怎么能堵得住呢？听闻傅少喜欢妹妹，不如让傅少出面，看看能不能帮帮忙。毕竟傅少那么有能力，你说是吧？
因为这点小事就麻烦傅家也不好。思思说的黑卡又是怎么回事？什么黑卡呀？父亲，是不是妹妹看错了？少在这里装蒜。哦，你的确被包养了是吧？所以才不敢承认。思思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姐姐呢？以为能有黑卡，说不准是哪个世家少爷的呢。黑卡是这张黑卡吗？这张黑卡是我帮裕泰酒楼的老板定制 JS 的时候，他送我的贵宾卡。我怎么可能看错？就是黑卡。没脑子的东西，我会继续把卡放包里，等你告状哦。怎么会没有？你肯定是怕爸爸知道，所以藏在身上。我要找父亲，女儿真的没有见过黑卡，妹妹这个样子，女儿无法做人。停了，有一点规矩的东西。这新品线的事儿还是由你负责。只要父亲需要女儿，女儿也是愿意的。爸，你要是有这个能力，让整个高端设计圈联合为你发声，也可以负责新品发布的事儿。必须要尽快的除掉这个贱人。老爷，傅家自从发了退婚贴，这一点动静都没有。要不我们就准备一些礼物，好好去探探风声。礼物你可以选一选，抽时间我们去探探。秦家后天有一场拍卖会，秦家100年基业应该不会有假。有贵的眼光好，就让他陪妹妹一起去挑选礼物吧。当然可以了，这样最好了。狐狸尾巴要露出来。妈，你说去拍卖会是想到什么办法对付那个贱人了吗？当然，这次我要让他彻底的成为一个贱人。老板，陈氏的股票我们已经累计买进了30%，加上您父亲的10%，您现在已是大股。还不够，我要的是程家的全部。之前撞你的人我们已经查到了，您打算怎么处理？盯着他，我们要钓大鱼。后天我要去参加秦氏的拍卖会，提前进去布置会场，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去。是的，老板。时隔2年，能坑到程雨薇的招数，可坑不到程锦绣。叫你退婚，知错了吗？就要退婚。老太爷，咱们的人说还没出面，程家的事已经进行了。怎么回事啊？程家小姐自己联系一家国外公司在国内的原料厂，还让整个高端设计圈发声，彻底扭转了名声。打眼了吧？自以为重拳出击，人家轻而易举化解了，丢人现眼。你跟 JS 关系怎么样？他终于去查了。就是普通的商务合作。海潇，昨晚从酒店出来，有辆车撞了程小姐，去查一下。好的，老板。你说，你也不知道是为了谁，生生的挨了这顿鞭子。奶奶，我谁都不为，我就是不喜欢程宇文。行了，
你应付的话呀，我也不想听。等你爷爷回来呀，我再劝劝他。你说雨薇多好的姑娘啊！啊，以后可别再欺负人家。都伤养好了，上门给人道个歉啊！好嘞，奶奶，奶奶最好了，谢谢奶奶。好好养伤吧，太好了，父上，老夫人那边同意了，老太爷那边也8、9不离10的。还是奶奶最疼我。那个 JS 联系到我，奶奶一直想要他家的成衣，还是不可携带。听奶奶说，他在筹备新品牌，他人在国内吗？是的，父上。在我们的地盘上，还敢耍大牌，敬酒不吃，那就给他点罚酒吃吃。好的，父上。等等。普通商务合作，那就是不说。找到 GS， 我们请他喝一杯。好的，老板。没事儿了。老板，那个大人物在黑市加大了酬金，到处卖你的消息，估计动了歪心。歪心？高价把我的消息卖给他们，就说半小时之后我会去城市服饰。好的，老板。These diamonds that I wear, taste it, gon' stay on your mind, come back every time, baby, I'ma keep it real. Baby, I'ma keep it real. 哪位是 GS？ 王老板请他喝一杯。我就是 JS。那就请吧。准备好，干活了。等会老板一旦下车，就给我上去打。记住，别伤到老板。是他！别！不好，老板被挟持了，全力救老板！别看，我没事。都给我住手！老板，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怎么样？就这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的吗？我不知道是你。这就是你说的要找 JS 订绣品的方法。不过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就换一种方法。那你还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傅少？用美男计怎么样？尽是些歪门邪计。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可以找我订 JS， 非要舍近求远。我想攒着你的人情，直到被换过来。蠢是蠢，好在一片赤诚真心，做夫婿倒也不是不行。你要干什么？这么多人呢？都转过去。现在可以了吗？收点利息。Speeding up the heartbeat, banging in the chest. When you put it on me, you relieve my stress. You got me so high, taking deep, deep breaths. 我什么时候可以上门提亲？程家的事情还没有彻底结束，还得用傅敬成吊着程思思母女，不到可以摊牌的时候。再等等好吗？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多久我都等。你再摸一次。我是父。哎，你怎么了？缺氧。那再来一次。这次我轻一点。老板，你为什么不告诉傅大少，你就是陈雨薇？程家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我要利用傅敬成对付程思思母女，现在还不是好的时机。那要是傅大少知道你在利用他，会不会生气啊？当然不会，毕竟从他的视角来看，他在我这里的身份就只是一个茶楼老板而已。真想不到程小姐就是 JS， 难怪能用得上黑卡。那是，我的眼光什么时候出过错？那个程雨薇，连她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要知道傅少您喜欢的是 JS， 至少老夫人她肯定会很开心的。的确，明天秦家有个拍卖会，古董专场，要不要去拍几幅字画哄老爷子开心？我懒得去，你直接让秦家家主秦百业挑几幅送过来就行。好的，傅少。传闻神秘秀士 GS 有收藏古董的喜好，尤其对古董筝一类的乐器情有独钟。大萧，明天去拍卖会转转。你不是说给爷爷挑礼物？当然是自己挑的，显得更用心一些。好的，我让秦百业安排一个好位置。姐姐，今天这个拍卖行是秦尔家的，听说还有明星来开场呢。从下车开始就抓着我的胳膊不放，生怕我跑了一眼，这点算计都写在脸上了。欢迎程大小姐光临秦家拍卖会，知道您要过来，特意给您安排了好座位，请。走吧，姐姐。多谢。姐姐，你也坐呀。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头上没有悬挂物，周围也无重物。椅子也没有动手脚。姐姐，碰一个。老板，我们的人在拍卖会，会与您跟二小姐的东西对调，您可以放心参会。开始吧。
姐姐，今天开场的明星可是你的老熟人啊，待会儿你们可以好好叙叙旧。大家好，我是王浩，很荣幸受邀参加此次拍卖。程大小姐应该很熟悉吧？毕竟是一起去过酒店，有过花边新闻的对象。陈年的垃圾都翻出来了，看来这对母女俩也有点黔驴技穷了。程小姐，我来帮帮你。你要干什么？滚！滚雨薇，好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姐姐，看来王影帝对你还是念念不忘啊。2年不见，我的小雨薇脾气有点上涨了。哎，王影帝旁边的女生是谁？还挺亲密。据说是程家大小姐，以前还一起闹过绯闻的呢。还真是老情人相见，分外眼红啊。你要是想死的话，我就成全。都是老熟人了，别那么无情嘛。这是我的位置。韩助理，那旁边的人是傅进城。你谁啊？凭什么说这个位置是你的？你没资格。傅少，我是程思思，上次在裕泰酒楼，谢谢您帮我解围，还打包了特色菜给我吃。哪个傅少？他怎么突然公开露面了？苏城还有哪个傅少啊？不成。现场禁止拍照。傅少参拍的照片若是流传出去，傅家必定追究到底。不好意思，傅少，我不知道您的身份是保密的。傅少，是我错了，我跟雨薇是旧相识，所以就多聊了2句，不知道这是您的作为，对不起啊。是程雨薇？在国内是这个名字。我听说程雨薇全面接手了程氏集团的全部业务，你去把原料供应切断，再找媒体挖点程雨薇的黑料，唱衰程氏，提醒他们知难而退。我真该死啊！傅少，王浩也不是有意的，他和姐姐好久都没见了，一不小心就聊得太投入了，所以才没注意到座位的。程雨薇出国前追一个男明星，上了花边新闻。那个男明星，哼，真是叫人恼火。王浩封杀，丢出去。傅少，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傅少，再也不敢了。傅少，您来拍卖会是想买些什么吗？我认识秦家的千金，可以私下订走。这个程二小姐真没眼色。我们傅家什么时候还要借程二小姐的光？
我没有这个意思。那就麻烦程二小姐赶紧坐回去，等我看拍卖会了。拍卖会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拍品，李朝最年轻的宰辅陈廷佑的字，起拍价500万。父亲的字。程老的字传下来已经很少，只有在我秦家的拍卖行才看。这个不错，傅老夫人肯定喜欢。800万。1个亿。1个亿！送。这家伙还有点眼色。恭喜傅少拍得这幅程老的字。接下来是第2件拍品，李朝文华年间的甜白瓷瓶，起价500万。这个也不错，600万。1个亿。你们程家毕竟是一家人，不方便抢拍。不过没关系，程二小姐拍什么就追拍什么，都送你。傅敬常，不错。贱人就会勾引男人。500万。1个亿。600万。1个亿。1个亿。1个亿。1000万。1个亿。傅少要是知道陈云是个烂人，肯定不会被骗了。姐姐，你怎么不买东西啊？你不是有黑卡？不好意思，姐姐，我不小心把包养你的人送你的黑卡这件事说出来了。当着我的面就敢构陷我的未婚妻，程二小姐，你是在质疑我们傅家的律师团队吗？傅少，你不是觉得他人品不行，退婚了吗？该死的程思思，哪壶不开你提哪壶。退婚书傅家早已收回，若再有一次，诽谤罪最高判多少？我1天都不会让程二小姐上。哎，思思，程二小姐，你还没走啊？那按原计划进行。放心吧，程二小姐，这次我一定把生米煮成熟饭。在这等着吧，待会儿就把人给你送。明天我就上门提亲。姐姐，姐姐，我觉得我有点轻微中暑，要不我们开个房间休息一下吧？中暑你就去医院，开的哪门子房？就是有点轻微中暑，不用去医院。好了，你们先回去吧，我陪我妹妹待会儿。行，那东西一会儿韩潇会送去程家，我们微信联系。姐姐，我突然想起来我的包落在下面了，我下去取一下。好。害人者必被反噬，算起来，药效也该起效了。神呢？不好！热，好热！怎么回事？好烫！看来陈二小姐才是被送进的那一个。我现在被封杀，大小姐捞不到，二小姐，我帮你。傅少，刚才收到消息，大批记者收到程大小姐和影帝王浩酒店重聚旧情的消息，他们正往拍卖会酒店赶。我觉得我有点轻微中暑，要不我们开个房间休息一下吧？
会被人算计了。回去。时隔2年，终于可以把程以为当年所说的不公都还回去。明日的头条热搜真是让人期待。谁啊？谁啊？怎么这么多人？我是在看，都给我滚！滚开！警察，韩潇，这个王影帝既然这么喜欢破风，那我们就把新闻搞得再大。滚！你怎么来了？我以为被人算计的是你。设局的是我，傅少。喜欢坏女人吗？喜欢，是你，我都喜欢。我还让韩潇帮你弄大一点。乖，那奖励你。记着的。怎么回事？怎么头这么晕？这里被下药了！给我滚开！有人下药。嘘，未婚夫。先试睡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傅敬城，帮帮唱得不错。你的事儿，我已经让韩潇去办了，先睡会儿。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你要不要这么无情？用完就丢。乖，我现在要回家享受圣雷的果实了。小坏蛋，明天在家里等我。想得美。坏东西。妈，怎么办呀？现在全世界都是我和王浩的照片，爸爸要是知道的话会杀了我的。怎么会是你和王浩呢？一定是那个贱人，他调换了酒杯。程雨薇，而且傅少还喜欢他，他要是嫁进了傅家，你放心，他没那么好命，能够轻易的嫁给傅家。你找机会出去躲几天，剩下的事情交给妈。人我送到了，我就先走了。傅少特意交代，咱们两家还有婚约在身，还请程家多管束二小姐才是。多谢傅少，管家送客。起。傅敬城这家伙办起事来还真是周到，看来程思思想躲，被他抓住送回来。丢人现眼的东西，你还有脸回来？你怎么不死在外边呢？
父亲，好了好了，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啊？真是家门不幸啊！他跟王浩搞在一起，还被人捉奸在床，现在新闻都已经满天飞了。这怎么会呢？我早就告诉过你，王浩不是什么好人，你怎么还……老爷，当初雨薇出事的时候，我一句狠话都没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思思宽容一点呢？妈，一句重话没说，但第二天就把我送到了国外。父亲，妹妹这次的新闻闹得这么大，要不然就把她先送到国外。雨薇这次的新闻闹得这么大，要不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待一段时间？等风头下来了，再把孩子接回来。送到国外待一段时间，等新闻风波过了之后，再把他接回来。管家，二小姐订票，明天就走。好。爸，出去避避也好。明天就替他说事。想好了，老的一起收拾了。哼，留着也是个隐患，老东西一起收拾了，到时候程家都是我的。好，思思也是我的女儿，这个事儿我一定做得漂亮。如果做得不干净，也绝对不会连人语的。你说明天就要去程家提亲？爷爷、奶奶，孙子这回可行。婚姻这种大事，那就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胡扯！说实话，我其实早看上雨薇了，只是一直不知道她的身份，所以才闹出来这些事。你说你干了那么多的蠢事儿，雨薇那儿你怎么说呀？奶奶，我都哄好了。老爷，要不明天你还是领他进城去一趟。那个孙媳妇儿啊，我看着特别好，去晚了还被别人抢走了。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父上，不好了，程小姐出事了。怎么回事？您之前让我查的撞程小姐那辆车的肇事司机出现了，他刚刚混进了程家。我先过去，你带人跟上。好，思思也是我的女儿，这事我一定做得漂亮，做不干净也不会连累你们。没想到还有意外的惊喜，程思思竟然不是父亲的女儿。输赢已经没有悬念了，准备收网吧。按照原计划，对方动手了，你们再出现。我要让他们把楼底坐穿。好的，老板。贱人，出趟国长本事了呀！本来你可以不用死，非得争，这下好了吧？把命都给争没了。你不是挺能的吗？设计让我离职，你再厉害呀！只要出一刀，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即便是轻伤也可以重判。老子在跟你说话呢，你什么眼神？又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你害得思思失了清白。老娘就算让你死，也不会让你死得干净。哼，这丫头姿色不错，便宜你了。是啊，这死了是太可惜了，让我先用用。还真是高估这对贱人的道德底线了。余卫，余卫，他怎么知道？你放了他，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你来干什么？
赶紧走！闭嘴！你别过来！不能放，我们都露脸了，必须都杀了。千算万算，没算到傅敬城。想要救他也行，你先废你一条胳膊。什么蠢要求？够吗？哼，不够。动手！快，抓住他！没事吧？你是笨蛋吗？我在钓鱼，你看不见吗？其实我一进这个屋子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人，但是你做饵，不能让别人咬，一口都不行。看来事情都解决了。怎么惊动您了？我跟着我大孙子过来的。他是副少，快把他松开！办事愣头愣脑的。韩潇，把少爷和雨薇马上送医院。这2个人让他们等待法律的审判。大人的事儿，你少管。陈思思是吴经理的女儿，这里有录音。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可以做个亲子鉴定。你们竟敢骗我！思思，傅敬城，有些事情，我想向你坦白。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还是解释清楚吧，这样我才能更坦然的面对你。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在机场。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了。那一次也是我设计的，还有后面。其实我从去你家救你的那一刻，就已经全部都知道了。但我不在意，我甚至还很庆幸，我自己可以帮到你。你这个蠢货！两个孩子相处的不错，敬城之前犯了点错。我们这次正式登门，就是要重提亲事。这是婚书。傅老爷子，这爷拿错了吧你？老爷，别逗他们啊！快给他们呢！臭小子，在这儿呢，拿去吧！像北风吹过雨后女仆的香气。